儿，二嫂，这是幼儿，怎么可能？不是说幼儿病了吗？小妹，见到方兰，姚氏只眼睛发红的唤了一声，此刻却顾不得寒暄。幼儿乖，来，到娘这儿来。姚氏的呼唤刺激到了方承佑，他漆黑的眼睛猛地睁大，竟然是冲着方老爷子吼了一声：救救我！方老爷子也是心疼，却又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好，祖父救你，告诉祖父谁欺负你了。来，幼儿乖，来祖父这儿。方承佑却是后退一步，一张嘴发出一阵尖利的声音，跟超声波似的。众人只感觉脑子一闷，脸上一白，赶紧用手捂住耳朵。谁也没想到的是，趁这功夫，方承佑四肢趴地，竟是速度极快的冲最小的林少泽扑了过去。救救我！救救我！林少泽吃撑了，一直在打着嗝，见人张牙舞爪的冲他扑过来，吓得嗝也不打了，竟然直挺挺的就愣在那儿了。方承佑的动作太快，等方老爷子和林永峰反应过来，人都已经到了林少泽面前。幼儿住手！少泽，快躲！开字还没有喊出口，老夫人睁大眼睛，一口气差点没上来。只见关键时刻，林初一像个幽灵似的出现在了林少泽的面前，一把薅住了方承佑的领子，顺手就给丢了出去。方承佑就跟个抛物线一样，又重新落回了方才的位置，有些懵，估计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有人敢这么对他。林初一眼睛直放光，就说嘛，京城比清水镇有意思多了。注意啊！方兰突然就想起来自家闺女的身份，有心想提醒一下别下重手，却见林初一已经跟个炮弹似的冲出去了，气势全开啊！方承佑一眼就察觉到了他不好惹，竟然一转头，四肢着地的就想往院子里跑。少泽，抄家伙！林少泽一愣，一把抽出方振国送的那把匕首，就跟在了林初一身后。姚氏的心都提了起来，怕自家儿子受伤，又怕两个孩子被方承佑所伤。林初一快速的在手心里面画了一道符文，随即单手结印，一巴掌呼在了方承佑那张消瘦的脸上。一声惨叫响起，却是从方承佑的身体里发出的。林初一一巴掌接一巴掌的拍在了方承佑的额头、后心、双肩，最后一掌狠狠地印在了心口处。方承佑惨叫一声，一口黑血喷出。林初一双手结印，两手间符文闪现，给我滚出去！林初一一声大喝，符文带着金光穿透了方承佑的身体，一只浑身白毛像猪一样的怪物从他的体内被逼出来了。林少泽瞅准机会，一把匕首扔出，没扎到，那怪物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一头撞在了墙壁上，没了踪影。林少泽都傻了，什么情况？刚刚那是什么东西？林初一却是一把拔出地上的匕首，转身就跑。姐，等等我！一直到俩人跑不见踪影，院门口站着的人都没有回过神儿。别说方家的众人，就连方兰都看傻了，他还是第一次见闺女施展法术。林永峰一脸懵逼，他刚刚看到了啥？还是趴在地上的方承佑虚弱的唤了声娘，才将众人给拉回了现实。幼儿，你叫娘了，我的儿啊，你终于认得娘了。来人，保护好我家外孙女！老爷子身上好像突然就有了力气，竟然也追着林初一姐弟俩去了。林永峰让方兰和老夫人他们先进屋，自己也赶紧追了过去。这边林初一一路追着那股淡淡的妖邪之气到了后院，在一处院落外停了下来。此处是个佛堂，林初一手里握着匕首，抬头去看那座佛像。是我动手呢，还是你自己出来？屋子里没有丝毫动静，雕像还是那副众生皆苦的慈悲模样。不出来！林初一眯了眯眼，一簇赤青色的火焰迸发而出，瞬间没入了雕像。只听得一声惨叫，伴随着一股焦糊的气息，一只屁股上着火的白色怪物从雕像里钻了出来，落在地上不断的翻滚，试图熄灭身上的火焰。林初一也总算是看清了那东西的模样，原来是只白老鼠。林初一手里的短剑包裹着灵力，脱手而出，直直扎向了白鼠的脑袋。一声痛苦的尖叫过后，地上只剩下一截不断扭动的尾巴。林初一走上前去，手上包裹着灵气，将那截尾巴给捡了起来，一阵打量。姐，刚才那是朱成精了吗？
是不是太小了点儿？是只有点修为的鼠精，将军府的伙食好，吃得胖了一点。感情那鼠精祸害我孙子，是因为府里伙食好。初一呀，那真的是妖精，是府里的老鼠成了精。林初一将尾巴塞进了胸口的衣服里。是老鼠成了精，不过是不是方家的老鼠就不知道了。那姐，你怎么不收了他？他在府里祸害人，你怎么还让他给跑了？没事，除非他们不想要回那截尾巴了，不然一定会回来找我的。至于为什么不灭了他，林初一发现那白鼠的气息虽然污浊，但有几分功德在身，应该是还没有害过人。还有妖鼠附在方承佑身上时，嘴里一直喊着救救我。他觉得还是先弄清楚事情的原委，再做决断。方老爷子一听那老鼠还会去找林初一，有些担心。初一呀，祖父谢谢你能出手，但这事儿……那老鼠是我故意放走的，你别担心，我能应付的。就是这里可能要重新修缮一下了。无事，一间屋子而已，让下人去收拾就行。那我去看看传说中的大表哥。什么传说中的大表哥啊？林永峰终于追了过来，不过迟了点儿。老爷子和林少泽至少看到了那白鼠一眼，他连根毛都没看到。方老爷子让人进来处理后续。下人们看到佛堂里惨不忍睹的一幕，看向林初一的眼神那叫一个耐人寻味呀。还有，老爷子，你脸上那抹骄傲是怎么回事啊？是想说砸得好吗？回去的一路上，林爹都在打量着自家俩孩子，家里到底还有多少事儿是他不知道的。等等，记得娘好像说过，初一被神仙收了当徒弟。他当时还是觉得天方夜谭来着。所以这事儿是真的。还有大哥，当时说了什么来着？家里养了妖怪。家里养了妖怪？林永峰在心中将家里所有不对劲儿的地方都给过了一遍。他们家的狼，不是，他们家为什么会养狼呢？先不管为什么，那只狼它不对劲儿啊，能听懂人话，聪明过头，还会笑，不对劲儿，太不对劲儿了。狼妖？对，一定是了。所以林永峰做梦都不会想到，家里还有只能跑能蹦的石头怪。方老爷子要比林永峰淡定得多，活了大半辈子，奇奇怪怪的事情也见过不少。四人回到玉松院，方承佑还在昏迷着。娘，怎么样啊？抓着没有？任谁都想不到，方兰半天一直想的是家里又要添只妖怪了，还想着能安排到哪里。大白看门，千里马拉车，石头人镇宅，这抓只猪回去翻地吗？没有，让他跑了。初一呀，你有没有办法救救幼儿啊？林初一点了点头，手搭在方承佑的手腕，将一丝灵力探进他的体内。片刻后，林初一将手收回，拿出一个白色的小瓷瓶，从里面倒出了一粒红色的丹药，塞进了方承佑嘴里。那东西附在他体内太久了，但好在没有想要害他的意思。丹药入口，方承佑面上覆盖的浊气丝丝缕缕的蒸发，眼眶的青黑色淡了些。人虽然还是消瘦枯槁，但总算是正常了。多给他吃点带阳性的东西，去体内的阴寒。他身体亏空太厉害了，这段时间应该时常会饿。不过别担心，想吃什么就让他吃吧，过段时间就能好的。哎，好，我知道了。姚氏心下感激，一边应着林初一的话，一边抹眼泪。林初一看他一眼，默默地将之前那2颗人参又给掏了出来。给他熬汤喝吧，记着别补过头了。姚氏小心接过，泪水止不住地往下落。初一，舅母谢谢你，你这是救了舅母一家的命啊！说着，竟然激动地就要给林初一跪下。方兰见状，赶紧一把拦住了姚氏。二嫂，都是一家人，你这不是折杀初一吗？小妹，你不懂，我每日看着他一天比一天消瘦，看着他一天比一天痛苦，我怕呀，可我恨不得代替他，哪怕我死了，只要幼儿能平平安安长大，我怎么样都行。我懂，没事了，二嫂，都过去了，幼儿会越来越好的，他还小，还需要你照顾呢，你可得好好的。
是呀，二弟妹，幼儿需要娘呢，她没事儿了，咱们该高兴才是。初一说了，要好好调养，她需要你的日子还长着呢，你可得好好的呀。年初一不太习惯这种煽情的场面，他看向方振国：“你腿需不需要我给治治啊？”初一啊，舅舅这是伤，太医院的太医们都束手无措。初一，你给你舅舅看看吧。初一呀，你给你舅舅看看吧，不能治也没什么，这是他的命。年初一颔首靠近2步，绷着小脸儿，目光一寸一寸的在方振国身上搜索，似乎要锁定什么。方振国看着林初一，刚想问他身上是不是有什么，就见林初一目光一滞，突然出手，一掌印在他的心口处。方振国脸色蓦地白，一口鲜血喷出，林初一早已经躲到了一边。屋里众人心中一惊，不知道为什么林初一会突然对方振国动手，却知道他应该不会无缘无故这么做。果然，林初一已经蹲到了地上，歪着头去看方振国吐出来的东西。众人心下好奇也凑了过去，只见那血液里密密麻麻蠕动着白色的虫子，看得人头皮发麻。天哪，这些东西竟然一直在父亲身体里待着呢！这应该是蛊虫，巫蛊的一种。林初一手指一弹，一簇火焰落到了那些虫子的上面，顷刻烧成了灰烬。这一手又把众人给震撼得无以复加。这哪是普通的女娃，这是个神娃啊！也不知道方家哪一代的祖宗保佑，竟然出了这么个有本事的后代。这是咱老林家的娃，姓林的。年初一往方振国嘴里塞了一颗归元丹道：“你站起来试试。”丹药入口即化，方振国只觉得一股暖意蔓延至全身，连带着那双多年没有知觉的腿也有了温度。听了林初一的话，他心里砰砰直跳，在一众人期待的目光中，撑着轮椅慢慢地站了起来。你走几步试试。林初一一直很淡定，这种淡定感染了在场的人，也包括方振国。他松开了撑着轮椅的手，咬着牙，慢慢地向前挪了2步，有些绵软无力，应该是多年没有行动的原因，但的的确确是能够走了。夫君，徐氏眼泪顺势落下。10年了，他看着方振国从意气风发变得沉默，变得颓废，怕家里人担心，却又不得不强颜欢笑。10年了，他的夫君，他的天，终于又重新站起来了。初一啊，祖母谢谢你，祖母谢谢你啊。谢就不必了，不习惯。他还是对这些年方家府里发生的事情感兴趣。方兰显然看懂了闺女的心思。母亲，事到如今，你们就说说吧，这些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还有，我和父亲10多年前被人追杀，那些都是什么人呢？林将军的夫人是郑国将军府的4小姐，这件事情已经传出去了，藏着掖着，那些人该对付我们还是对付我们的，不如将事情摊开了说，我们也好有个防备，知道应该防着谁呢。初一说的对，既然你们已经来了京城，那该知道的早晚得知道。20多年前，咱们方家就掌管着朝廷近1半的兵权，剩下的那些分布在各个关口，可以说当时的方家就是朝廷的一枚定海神针，动一下就会带起朝堂震荡。方家人忠君报国，皇上也舍得放权，且只对方家放权。东邻各关口大乱时，方家人征战沙场，一打就是多年，那时也没有人眼红方家的权力，可一旦局势稳定，就有那种心思不古的。方老爷子也明白功高盖主的道理，回了京城后第一时间就上交虎符，但是皇上不收啊，朝廷满打满算就2个能打的，另外那个都不给，你给什么？这是来自帝王的信任、荣耀与风险并存，四面八方的试探拉拢，劲敌的暗暗较劲儿，更有他国探子和刺客想方设法的刺杀。祖上走过的路，方老爷子也没有放在眼里。可就在方家3子，也就是方振兴能够扛起一方大旗后，那些暗中的人再也坐不住了，各种各样子的明着猜忌、暗中陷害，被皇上一次又一次的镇压下去。没办法，方家手里的兵权太让人眼红了，就连镇守西北的穆家人都有了微词，但皇上就是不买他们的账。
朕是皇帝，你们是皇帝吗？朕就是信任方家，就是要放权，不满意都给朕憋着，一天天在朝堂跟朕嗷嗷叫唤，你们倒是上阵杀敌去啊！你们不行还眼红别人，怎么是嫌朕这江山太稳，你们不高兴是吗？方家被人忌惮，并不是从方老爷子这一代开始的，可旁人的顾忌于方家并不重要，重要的还是君王的态度。只要最上面那位信任方家，那方家所忠的、所背负的都值得。于是这种暗中的较量就一直继续着，直到当年3岁的大皇子横空出世，陈太傅多次拉拢方家无果，穆家军就开始将这种较量明目张胆地搬到了明台上。宫宴上的一场混乱，当年太傅家的嫡女，也就是如今的陈贵妃，被雪藏了整整4年。任提亲之人踏破门槛，陈太傅却只对外说陈大小姐身体不适，送到乡下静养。当时京城还起过一阵流言蜚语，说是陈家小姐与人无美苟合私奔了。然而几年过去，就在所有人都淡忘了此事后，皇后所出二皇子的百日宴上，传言与人私奔的陈大小姐带着3岁的大皇子高调归来，给了皇后娘娘一个巨大的惊喜。皇上自己都一脸懵，当时被刺客重伤，昏迷了一夜，按理说有人守着才是啊，怎么几年过去，突然就多了个大儿子出来？可事情过去了许久，当时如何，一时半会儿也无从去查。但就是这么巧，那场百日宴上，鬼谷门的绝天机在。皇上本来还在为能请来一个绝世高人而自鸣得意，结果人家好心给补了一卦，嘿，巧了，那真是你亲儿子。皇上当时是什么表情已经记不清了，但当时的陈小姐那可是满面的楚楚可怜，茫然无措啊。先是莫名其妙的失去了清白，后为了不让家族蒙羞，这些年一直躲在庄子里，还日日遭受旁人的非议。突然有一天，心疼女儿的父亲去探望，发现自家外孙长了一张酷似皇上的脸，有了怀疑，也为了不让皇家血脉流落在外，忠君卫国的陈太傅立马安排母女俩进宫，让皇上看一眼。这很说得过去吧？于是大皇子上了皇家玉蝶，陈大小姐入宫成了4妃之一。皇后跟吃了只苍蝇似的，恨不得一把掐死陈家的人，却又不得不笑着去恭喜皇上喜得大儿子。好在绝天机也给当时的二皇子算了一卦，紫气东来，帝王之命，才让皇后娘娘的脸色稍微好看点。虽然有绝天机的卦象在，但傻子都看得出来太傅府的野心。陈贵妃母凭子贵，逐渐在后宫站稳脚跟，有大皇子在前，陈太傅在朝堂上的党羽越来越多，穆家军跟方家叫板的底气也越来越大，终于战死沙场了。林永峰会接手穆家军不是巧合，纵然有他的拼命在里面，但方老爷子暗中给了他行了不少方便。老爷子回京后第一时间就进宫将这事儿告知了皇上，俩人密谈了一夜，结果就是徐徐图纸，将方振兴调回京城，分散陈家的注意力。边疆稳定得很，方家长子伤了腿，那便由方家老二方振远接手。西北边关处，先由林永峰慢慢成长，积累战功，也是观望他的能力。只要他身上有了足够的军功，且有统领3军的本事，那么穆家就是他的跳脚板。也只有这样，陈家才不会生疑。林永峰只是个乡下的村夫，可以说毫无背景，这样的人可比穆家要好掌控得多。不过怕是陈家做梦都想不到，林永峰竟然会是镇国将军府的姑爷。这会儿得了消息，估计都不知道掀了多少桌子。听了老爷子的解释，林永峰这才知道，原来他一直身处在一张巨大的棋盘里。方兰算了算时间，好像也是那个时候京城和他断了联系。他有些担心，二哥一个人在边疆，会不会？不会，北池与东林早已经谈和，近几年不会再起战争。既然如此，怎么不干脆把兵权还给皇上呢？不就没那么多事情了吗？哪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啊！方家早已经身处漩涡之中，揽不揽兵权都是别人的眼中钉、肉中刺。况且皇上如今手里没有可用的人，他是不会将兵权拿回去的。且经过镇国和幼儿的事儿，我们总得要为咱们方家想想。若是将兵权交上去，
后续大大小小的麻烦可能就会更多。唉，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这事儿，好在你没往京城回信，不然……当初那陈建杰接近你就带着目的，陈家一直是狼子野心呢。突然提起这事儿，方兰看了林永峰一眼，有些不自在。不过心里那股尘封多年没有发酵过的情愫，也终于在今天烟消云散。林永峰并没有多大的不满，总归是他自己提出要去拼个前程回来的。虽然老爷子瞒着他下了这么大一盘棋，但结果是他想要的结果。可酸当然是酸的，原来自家媳妇儿当年喜欢的人叫陈建杰，改天他一定要去会一会，看看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照这么说的话，大舅舅的腿可能就是陈家那边动的手脚了。外祖父可听说过血煞阁吗？血煞阁，那是个江湖上的杀手组织，很神秘。你是想说你舅舅的腿可能是陈家买通血煞阁下的手？很有可能。他昏迷之前有没有别的症状？幼儿是3岁那年出的事，我记得他昏迷前一天曾指着肚子跟我说疼，当时以为是吃坏了肚子，请了大夫来府里，但没看出什么。后来再问，他又说不疼了，我也就没太当回事。那他昏迷醒过之后有没有说过什么呢？一直在说救救我，尤其是父亲母亲在的时候，还总喜欢趴在地上用鼻子去嗅东西，只在吃饭的时候很安静。可这些年他吃的越来越多，模样却是越来越消瘦了。能不瘦吗？那老鼠都快胖成球了，一日3餐都该有量的，喂猪也不能这么喂啊。看来那胖老鼠是察觉到了方承佑身上的异常，间接救了他一命。初一啊，那只老鼠精为何会藏在祠堂？祠堂里供奉的是观音菩萨吧？那妖怪不怕菩萨吗？说起来你们可能不信，相传鼠族一脉曾经出了一只牛逼哄哄的金鼻白毛鼠，偷吃如来佛的香花宝烛成了精，后被人称为半截观音呢。通俗的讲呢，就是那只老鼠精的本体一直待在观音像里面，受了方家的香火。我猜测应该是他保了方承佑大表哥的一命，但具体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还得是抓住了问个清楚。方老夫人和2个儿媳妇的脸色顿时就一言难尽了起来，感情这些年他们拜的一直是只老鼠精。姚氏将先前准备好的礼物拿了出来，林少泽的是一把折扇，林初一的还是一对镯子。林初一也没客气，直接就收下了。晚饭的时候，方振兴回来了。没媳妇儿的人准备礼物也不会多走心，简单粗暴上银票，1人1万两，是粗俗了点，可耐不住俩孩子喜欢呀。林初一还好，钱财乃是身外之物，有就往家一顿扒了，没有也不多放心上。林少泽的小眼睛都放光了，小心翼翼地揣着胸口，贴身放好，整个吃饭的过程都用手护着。晚上回院子休息，一路上更是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搁，俨然一副马老太上身的模样。第二日一早，林少泽早早就来敲门了。小孩有些精神不振，顶着2个黑眼圈，直打哈欠。怎么不多睡会儿啊？嘿嘿，娘，1万两呢，我睡不着。方兰无奈，让丫鬟端来了热水。洗漱过后，就带着2个孩子去了方老夫人的院子。母亲，外祖母早，大舅母早。外祖母早，大舅母早。我正与母亲说呢，你们今天可能会晚起，你们这就过来了。昨儿都没休息好，怎么起得这么早啊？是啊，回家了，该歇息就歇息着，有什么事儿等休息好了再说。母亲放心，自然是休息好了的。初一和少泽啊，起得可比我早。方老夫人招手，让林初一和林少泽到面前来，抬手摸了摸林初一嫩嫩白的小脸儿。你大舅母让你去锦衣阁给你们定做衣服去了。这儿啊，到底是京城，虽然咱自家不在乎穿着，但出门了还是得讲究点儿。你们父亲如今也是朝堂上有头有脸的大官，该给他的体面还是得给。谢谢大舅母。谢谢大舅母。
你们这俩孩子，怎的还跟大舅母客气呢？早饭是在老夫人院子里吃的，林永峰上早朝去了，方振兴回了兵器司当值，方老爷子有特权，属于那种可去可不去的。吃罢饭，林初一就跟着方兰说了自己想出府逛逛的想法。方兰有些迟疑，却也没有拒绝。逛逛就回来，不要惹事。但是真遇到事也不要怕，只要咱们站里不把人给弄死了，万事都有家里兜着。给方老夫人和徐氏听的那叫一个目瞪口呆，这姑娘家还能这么养啊？话说不把人给弄死了是什么个意思啊？对于自家娘和大嫂一言难尽的眼神，方兰不予解释。来日方长，你们总有明白这些话的时候。林少泽表示想跟着一起去，他也想出去逛逛，不过林初一没惯着他，拍了拍林少泽的脑袋，让吃完赶紧回房补觉去。老夫人让温管家去安排，派些侍卫丫鬟跟着，也被林初一推拒了。带人做什么？哪有他自己行动方便啊？到了齐国公府大门前的时候，林初一手上提了一堆京城的各色小吃，从怀里将周老爷子给的那块玉佩给掏了出来。我要见周易，让他出来一下，就说林初一找他。哎，你不是去镇国将军府了吗？我祖父本来还打算让人去下帖子，没想到你就来了。走，进府坐坐，我带你逛逛国公府。不逛了，你跟我来，我有事找你呢。去，告诉祖父，让他别准备了，我们出府转转。什么事儿啊？还让你特意跑一趟？去搞事情。这丫头前天才到的京城吧？去哪儿搞事情啊？谁得罪你了？大夫府和大王子府怎么走啊？太傅府、皇子府，我去，那可是京城一大巨头啊！你干嘛？你要光天化日之下打上门去？我潜进去，将人打残了就出来。大白天的翻什么墙啊？保险起见，还是等晚上再说。等晚上咱们偷溜进去，想怎么折腾怎么折腾。林初一默了默，好像挺有道理的。走，我带你去个好地方。去哪儿啊？跟我走，到了你不就知道了。周易将林初一给带到了京城最大的一家酒楼广聚轩。要想搞事情，得先把京城给摸熟了，不然万一翻错墙打错人，那不是扯淡吗？这家酒楼味道还不错，有点咱家乡的味道。早饭才吃多久啊？你是饿死鬼投胎吗？你来的那会儿我才刚起来没多久，还没来得及吃饭呢。所以你带我来这里是专门吃饭的呀？别急呀，耐心等会儿。你不是要找太傅府？这里可是陈家开的酒楼。陈家开的酒楼吗？你怎么没间包间呢？齐家府那么穷的吗？你懂什么呀？你不得认清人再动手？这个地理位置多好。那个是谁呀？那个又是谁呢？周易摸着下巴打量了半晌。我可能认识他们的爹。身后传来一声喷笑，两人回头看去，是个同样衣着不凡的翩翩少年郎。失礼了，失礼了，抱歉。二位可介意拼个桌吗？拼个毛！你谁呀？在下顾辞，不知这位可是齐国公府的大少爷周易周公子。周易上下打量着面前的人，心中犯嘀咕：他回京也不过7天，就已经这么有名气了吗？你是顾尚书家的？我与二皇子是挚友，算起来我与周公子也算是半个朋友。方才上楼的那位是云王世子楚元泽，身边那位姑娘是楚世子的未婚妻，户部左侍郎家的嫡女。不知这位小姑娘是？丞相府有2个嫡女，嫡长女董怀玉进宫封了后尉，嫡次女入了齐国公府，成了周易的娘，所以当今的皇后娘娘其实是周易的姨母。回京后，周易就被他老子按在了椅子上，给他强行分析了一波京城的局势图，所以周易知道顾家是皇上的人，是他姨母所出，二皇子一派的。脑子里分析清楚这些后，周易少了几分戒备。这位是新晋威猛将军之女林初一，镇国将军府的外孙女。顾慈眼睛蓦地瞪大，镇国将军府的外孙女儿，就是方家那个四小姐的女儿。震惊过后，他看着周易，又看了看林初一，不明白这2个年龄相差甚远的人怎么会聚到一起，而且好像都对陈太傅有兴趣。哎，你知道太傅府陈家住哪儿不？
顾慈有些迟疑，知道是知道，但你能不能先告诉我你要去干嘛？别告诉我是去串门子，我不相信。知道就带我们去，不知道就赶紧走。顾慈心中犹豫不定，他怕惹麻烦，但要说不知道，估计以后再见面就只能是点头之交了。我知道，我带你们去。顾慈不会知道，在他答应带路的时候，就已经上了这俩祸害的贼船，还是想跳河跑都得被扒拉回去的那种。周易不让带下人，也不让坐马车，陈府与大皇子府离得比较远，等带着俩人摸到地方，顾慈差点都走吐了。你这身体素质不行啊，得多锻炼锻炼。顾慈心里那叫一个憋屈，智障吗？有马车不坐，非得用脚走啊？但看看旁边面不红气不喘的林初一，顾慈硬是将心里的那句吐槽给压了下去。大皇子府太大，林初一和周易转了半天才踩好点儿，回来的时候顾慈竟然还没走。你怎么还在这儿啊？顾慈其实是刚缓过来，腿有些软，短时间内一步都不想走。陈太傅的二子陈建杰方才从大皇子府的偏门出来，我猜他是来商量西北边关的事。西北归来的林将军成了镇国将军府的女婿，估计陈家这会儿血都要吐了好几升了。顾慈本来是想给俩人讲一下陈建杰在朝堂里的官职，可他突然就发现林初一的眼睛亮了，就见小丫头目光炯炯地盯着顾慈所指的方向，然后朝着周易一伸手。麻袋。周易愣了愣，手下意识地往袖中一摸，还真就拽出个麻袋。顾慈都看呆了，这是什么原理啊？还没等他从周易是怎么将那么大的麻袋从袖口里拿出来的疑惑中反应过来，林初一就一把扯过麻袋，一咧嘴，阴恻恻地追陈建杰去了。谢了啊，兄弟，改天请你吃饭。这边陈建杰是黑着脸从大皇子府里出来的，镇国将军府的消息一传出来，他立马就去了大皇子那儿。他早说过，指望穆家那个女人根本无用，那么大的一块肥肉就这么白白的送到了别人手里。对于这个外甥，陈建杰是一点都不看好，没脑子。他目光微沉，脑海蓦地浮现出一个宛若幽怜女子的面容，又是一阵心烦意乱。当初若是娶了方家的小姐，也许事情就会简单得多。陈建杰特意避开了人，满目阴沉地往前走，丝毫没察觉到有不明气息靠近。所以当麻袋从头上套下，眼前一片黑不隆咚时，他整个人都是懵的。晴空朗朗，竟然有人敢明目张胆地对陈家人动手。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要对我动手？谁派你们来的？回应他的是林初一毫无保留的一脚。陈建杰一声闷哼，直接飞出去老远，正好周易从后面追上来，见人朝他们这边来了，一个起跳又是飞起一脚，姿势之潇洒，力度和角度都掌握得刚刚好。周易觉得这一脚绝对是能给10分。你们到底是什么人？我可是朝廷令，你们……没等他话说完，林初一一脚跺了上去，咔嚓一声，麻袋里一声惨叫，紧接着就没了声音。林初一撇了撇嘴，还朝廷命官，这也太不禁打了一些吧。周易跟过来，用脚踢了踢，见没了动静，把人从麻袋里倒了出来。陈建杰已经昏死了过去，林初一掰开他的嘴，将一颗圆滚滚的丹药塞了进去。周易乐了，人怎么办？直接扔在这儿？当然不能扔这儿啦，太冷了，别冻死了，造孽呢。林初一轻声说着，又抬起了脚，若无其事地踩在陈建杰的脚腕上。紧赶慢赶过来的顾慈只听到这一声清脆的骨骼断裂声，蓦地就止住了脚，可想回头已经来不及了。哎，见者有份啊！你跟陈家有没有仇？过来踩两下，出出气。顾慈简直想甩自己2巴掌，他这该死的好奇心。寒风瑟瑟，冷风嗖嗖，陈家正门处一辆毫不起眼的马车驶过，带起了灰尘阵阵。等到灰尘消散后，地上莫名其妙的就多了个粗布麻袋，鼓鼓囊囊的。起初守门的下人还没在意，以为是哪个府上的采买，马车颠簸不小心掉下来的。可等了半晌也没人回来取。周围3、3两两聚过来一群百姓，本着有便宜不占白不占的念头，不管麻袋里是什么，万一就给他们了呢？人越聚越多，守门侍卫皱眉，终于忍不住上前驱赶。走走走，太傅府门前不得停留。
其中一个还走过去踢了踢麻袋，没踢动，然后习惯性的抽出腰间的佩刀，一刀扎了下去。一声凄厉的惨叫从麻袋里传出，吓了众人一跳。这下可好，有热闹看。吃瓜群众这会儿是赶都赶不走了。那几个侍卫听到惨叫声，却是瞬间白了脸。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呢？好像是家里二老爷的声音。拿刀的侍卫手都哆嗦了，赶紧将刀插进了刀鞘，手忙脚乱的去解麻袋，背后惊出了一层冷汗。要是让二老爷知道他用刀刺了他一下，那后果他不敢想。在百姓好奇的目光中，在侍卫不安的眼神中，麻袋缓缓打开，陈建杰那张惨不忍睹的脸露了出来，衣衫凌乱，脸色苍白，鼻青脸肿，下巴和身上都带着大片的血迹，人无意识地呻吟着，额头上满是冷汗。二老爷，那侍卫脸色近乎透明，手都在哆嗦。快去请大夫！把人抬进去，先把人抬府里去。陈府门口一阵手忙脚乱，两个侍卫刚把人扶起，陈建杰又是一声惨叫，紧闭的眸子突然睁开，撅着一只脚，目眦欲裂的死死瞪着面前的侍卫。那侍卫被吓得一屁股坐到了地上，还以为陈建杰知道了刚刚是他动的刀。而就在侍卫瑟瑟发抖想求饶时，让人目瞪口呆的一幕出现了。只见陈建杰突然伸长了脖子，歪着头高亢的大叫道：嘎嘎嘎嘎！跟着一甩头，顾影！别说周围的百姓，就连躲在暗处心惊胆战看着这一切的顾慈都傻了。陈大人的脑子被打坏了。陈建杰一顿鹅叫，给在场的所有人都叫懵了。还是府里有人听到动静出来查看，才急急忙忙地将重伤的陈建杰给抬进了府。陈家大门缓缓关闭，不过站在门外依旧能听到门里陈建杰嘎嘎嘎，顾影，这儿，甚至听到这声音都能想象到他一甩头的滑稽动作。百姓们面面相觑，一阵诡异的气息弥漫。你妈好想笑了，怎么办？顾慈脸都不是好色了，他也想笑，可有点心虚，还有种莫名的刺激感。刚刚那辆马车可是他让人准备的。想到这儿，顾慈心就是一阵发紧。不行，他得去处理后续，他还得进宫一趟，告诉二皇子一声，以后遇到这两人得离得远远的，这两个都不是什么好人呢。顾慈回府的一路上人都是飘的，这要是让他爹知道他干什么了，会被打断腿的吧？绝对会的吧。周易和林初一可不管顾慈回去后能不能被打断腿，反正陈建杰最近几个月大抵是下不来床了。顾慈走后，林初一见时间不早了，也准备回镇国将军府，典已经裁好，各回各家，晚上再集合。两人分开后，林初一绕了路，从偏门进的镇国将军府，让下人去跟方老夫人和他娘报备了一下，然后直接回了院子。然而林初一一脚踏进了院门，突然就眯起了眼睛，将院里的丫鬟都给打发了出去。他直径推开了自己屋的门，一股若有若无的浑浊之气萦绕在房间内。林初一看向床边放着的木衣柜，目光微闪：自己出来吧，别让我动手。柜子里发出一阵悉悉嗦嗦的声音，随即柜门打开了一条缝。林初一瞥他一眼，又拿出个杯子，往里面放了些灵泉水。感受到那股浓郁的灵气，白鼠的眼睛亮了亮。出来吧，你道行不够，我想灭了你也就是抬抬手的事情。白鼠转着贼溜溜的小眼睛，满眼戒备的在地上停了一会儿，见林初一并没有要动手的意思，这才犹豫着窜上了桌子。林初一扯了扯嘴角，眼中闪过一丝揶揄：尾巴没了，耳朵再大些，看着跟猪也没什么差别啊。白鼠嘴巴往杯子里一杵，那杯灵泉水瞬间就一滴不剩，杯子空了。他这才一抬头，恨恨地盯着林初一：我从未害人，你为何要出手伤我？没害人？哼，你在那孩子身上待了这么多年呢，就没照过镜子吗？你看他还有个人样吗？哼，那也是我救了他一命，若不是我，他9年前就该死了。林初一小手一伸，那截断掉的鼠尾瞬间出现在他手里，尾巴感应到了身体所在，剧烈的扭动着。白鼠一看到自己的尾巴，黑豆眼一瞪：
白毛一竖，直接就冲着林初一扑了过去。林初一不慌不忙地抬起手，一巴掌就给扇飞了老远，落到地上滚了一圈。白鼠急了：“还我尾巴！”林初一却没搭理他，他伸出了一根手指，一簇火焰升起，作势就要把尾巴放上去烤。住手！你要做什么？把事情交代清楚，我把尾巴还你，不然你就学那九尾狐，再修一条出来。白鼠可是知道那火的厉害，眼看自己那条尾巴就要沾上火焰，一着急又窜上了桌子。我说，你别烧！那可是他百年的道行。我是皇宫里那位小童子的引路仙，9年前方家小辈进宫，我一眼就看出他命不久矣，是那小童子让我出手救他一命的。白鼠所说的小童子是当今皇后娘娘所生的六皇子，这孩子跟人不太一样，天生灵识强大，身上带着莫大的机缘。六皇子一出世，四面八方的精怪就感应到了，纷纷聚拢而来。可皇宫是龙气盘绕之地，道行不够、心思不正的精怪根本不敢靠近，所以当初的六皇子身边只有12位引路仙。机缘一词，玄之又玄。六皇子身上的不同，想积攒功德、提升修为的精怪能感应到，那些歪门邪道的东西也同样感应得到。那些躲在暗处伺机而动的妖怪，我等对付起来并不吃力。可10多年前，京城突然来了一位鬼修，他身上有极重的杀戮之气，很厉害，好像是什么血煞阁的人。血煞阁的人？听说那些人一直在猎杀有修为的精怪，如今皇城4周的妖类已经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少了？这里到底是什么样的世界啊？妖怪横行的。那这跟镇国将军府又有什么关系呢？哼，那个人想让这家人断子绝孙。他为什么要让镇国将军断子绝孙呢？白鼠顿了顿，估计脑子有点不够使了。小童子就是这么说的。你的意思是，那个鬼修不仅针对六皇子，还针对镇国将军府呢？那按你所说，那个六皇子是皇后所生，他为什么不将这件事情告诉皇上呢？告诉皇上也没用啊。再说，那个愚蠢的人类，他不相信。这个先不说了，说一下那个鬼修，他来京城做了什么，目的是什么？人现在在哪呢？不是告诉你了，他想拿走小童子身上的机缘吗？白鼠一脸人妖没有共同语言的无奈感，身子往前挪了挪，脚爪子指了指杯子，意思很明显，给我满上。继续说，谁给你那么大的脸，还敢跟我要东西了？那个鬼修很厉害，当年为了对付他，我们死伤惨重，12位引路仙只剩下了3个。他想杀了六皇子。你所说的那个六皇子身上的机缘到底是什么呢？是画。六皇子跟普通人不太一样，自小灵觉强大，拥有双瞳孔，能够看到普通人看不到的东西。这种不同于常人的现象，也致使他成了别人眼中的异类，尤其是那双眼睛，让他成了所有人眼中的怪物。平日里除了皇上和皇后，没人敢靠近他，也没人愿意靠近他。3岁时起，六皇子就时常能梦到一个奇怪的地方，梦里灵气充裕，飞鸟走兽皆与现实世界不同。可那时的他还小，不懂得怎么表达，也没人会听他的表达。再大一些的时候，六皇子敏锐地察觉到了周围人对他的惧怕，所有人都躲着他，但好在还有12个妖怪陪着，他就自己关在屋子里写写画画，将梦里的东西都给画下来。负责照顾他起居的宫女收拾屋子时看到画的内容，与人闲聊时，他无意之中将那些话给透露了出去。没多久，那个血煞阁鬼修就寻到了宫中。那场无声的战斗没有惊动宫里的任何人，胜了，守着六皇子的12位引路仙却死伤惨重。林初一还是对六皇子画的那些东西挺感兴趣的，灵气充裕，鸟兽奇异，他猜测应该是处秘境，或者是某个大能曾经的洞天福地。那些画还在吗？白鼠摇头。没了？白鼠继续摇头。不知道啊，我自从来了这里还没回去过。
真幸运，那所谓的引路仙还剩2个，否则真靠这只蠢老鼠，如今那六皇子的坟头草估计都能养活一村的牛了。那个鬼修当时死了吗？当时重伤逃走了。那你这么多年不回去，就不怕那个鬼修养好伤又回来呀？什么？白鼠一声尖叫，猛地睁大了眼睛。林初一叹了口气，将尾巴扔给了他，摆摆手。啊，赶紧走，回去看看那个六皇子还在吗？白鼠2只爪子抱住了尾巴，看了林初一眼，急匆匆地下了桌子，落到了地上，瞬间没了影子。林初一起身打开门，看着逐渐暗下来的天色，心中有了计较。解决了大皇子府的事儿，他是不是得进宫一趟？真要是什么秘境，怎么着他也得去凑个热闹不是？正打算出府时，刚好有丫鬟来传话，老夫人让他去前院吃饭。林初一惦记着大皇子府的事儿，本来是想出府后随便吃点，可既然都来叫了，那还是去吃点吧。他正好问问六皇子的事儿。姐，京城热闹不？还行。林少泽的心都要碎了。那你为什么不带上我啊？你可就我这么一个弟弟啊。外祖父，你知道六皇子吗？自然认识。你今天见到六皇子了？他还活着吗？方老爷子心中蓦地一紧，在心里揣测林初一的话。老爷子觉得林初一应该不会无缘无故地问这种问题，难道是在示意他六皇子要出事了？活着呀，好好的，就是那孩子与旁人有些异样，性子孤僻了点儿。林初一哦了一声，不说话了。这给方老爷子好奇的，这到底怎么了？整个吃饭的过程，老爷子都是在用眼睛一眼一眼的去瞅林初一。大户人家吃饭讲究食不言，寝不语，咱家没那个规矩。你说呀，你倒是继续说呀。林初一直接无视，筷子都捂出花来了，等着出府呢。直到一顿饭吃完，他都没有再提起六皇子的事儿。方老爷子忍了又忍，没忍住，放下筷子，刚想开口问，林初一一扭头对方兰道：娘，我回院子了，闭关，晚上不用叫我了。方兰愣了一下，却还是点头应了一声：哎，娘知道了。得了自家娘亲的话，林初一冲桌上的人一点头，走了。外祖父，您刚刚想说啥？方老爷子张了张嘴叹气，他想说有个会闭关的外孙女儿，简直能憋死个人。可我总觉得姐不是要闭关。此时的大皇子府显得有几分黑沉，书房里传来杯子落地后四分五裂的声音，守门的侍卫缩着脖子，大气都不敢出。你不是说万无一失吗？就是这么万无一失了，废物！楚离一想到陈建杰白日里对他说的那些话，满身的戾气压都压不住。舅舅又怎样？说到底还不是个臣子，竟然也敢那般与我说教，哼，真是活该被人伤成那样，面子里子丢了一地。哑巴了？本皇子在问你话，不想说舌头就别要了吧。请大皇子责罚。责罚？责罚？你只会这一句吗？本皇子问你，那林永峰怎么就成了方家的女婿？方家的四小姐又是怎么回事？大皇子息怒，是属下办事不力。事已至此，大皇子说如何惩罚，那就如何惩罚，奴家绝不二话。说着，人就站了起来。放肆！谁让你起来了？就放肆了。那大皇子觉得该如何处置奴家呢？说话间，人已经伸手勾住了他的脖子。楚离身子一僵，目光慢慢呆滞，呼吸逐渐粗重，随即一把将人抱起，转身往书房的软榻走去。穆坚脸上满是得意，男人还不都是下半身思考的蠢货。楚离手急不可耐地伸向了穆坚腰间的衣带，然而还不等他有下一步动作，身子突然一软，瞪大眼睛，缓缓向后倒去。谁？我。林初一稚嫩的声音从天而降，穆坚只来得及扭过头，紧接着胸口一股剧痛传来，眼前一黑，就没了知觉。穆坚会出现在这儿，在林初一的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毕竟穆家可是大皇子一脉的人。周易推开门走了进来，显然门口的人已经被他解决了。找着了？
找到了，是一块令牌。这家伙果然和血煞阁有关系。按时间推算的话，最先和血煞阁有关系的应该是陈家人。林初一在来的路上与周易说了六皇子的事儿，他猜测京城应该还有血煞阁的人。这女的身上是不是有别的东西啊？林初一嗯了一声，蹲下身子，给两人嘴里塞了丹药，然后一人身上补了一下，确定人在明天早上前都不会醒来。先干正事，人不重要。跟我来。门口守门的早已经被放倒，俩人一路绕过了府里的侍卫，暗搓搓地奔向了皇子府的库房去了。就是这儿了。俩人下到库房，借着微弱的月光看清屋里的情况后，着实被震撼了一把。我去，这大皇子府的库房都快抵得上国库了吧？林初一扫了一圈，说抵得上国库有些夸张了，但屋里堆满的金银玉器属实晃人眼。高大的珊瑚摆件、玉器首饰、瓷器花瓶、山水字画，最让林初一心动的是墙边那成箱的黄金白银。好家伙，足足20多箱呢！